今天不是要跟大家宣布你喜欢的女孩吗？啊！瑶瑶，你喜欢他这么多年，他终于要给你名分了，快去，去啊！于雀，我更喜欢蒋欣这样的女孩，我更喜欢蒋欣这样的女孩，明媚大气，她才是我的理想型。于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明知道瑶瑶喜欢你，这些年你不拒绝，还一直吊着她，哎，你还是人吗？于雀只是拿她当妹妹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她连酒都不会喝吧？爱上你却要我放手，太冲动的我被你迷惑，结果我单脚走着高速，瑶瑶，没有平衡感，只剩失落，幸福它何时会转移？我去洗手间。瑶瑶，乐呵咱们不理他，来。杯咖啡的香味潮汐，对我追赶头发的你，让我有种不真实的心，忘不到底。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谁的课了呀？学校花重金回聘了刚从国外回来超级牛的师兄，我看论坛上说这个师兄帅的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。有这么夸张吗？你快别墨迹了，去晚了教室都挤不进去啊！瑶瑶，我没骗你吧？是不是真的很帅？我完了 ，BBQ 了，醉酒调戏了自己的师兄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辛之遥，我和于雀已经在一起了，我通知你一下，以后别再纠缠于雀了，别干那不要脸的事儿。你们俩快锁死！我们家瑶瑶多美。安静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周记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来教你们解剖学。好帅啊！瑶瑶，你屁股上长痔疮了。我怎么感觉周教授一直在看你啊？怎么可能？看别处吧。第3排穿灰色衣服的那个女生，你站起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石蜡切片最常用的几种染色方法，我刚才讲过。星光降落在你的眼底，我也顺势跌进你眼睛。我不知道。甜蜜去了冰，微风传递温柔的呼吸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辛之遥，辛之遥同学，我的第1节课你就组织了，下课之后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的，周教授。乔乔，你跟蒋欣在一块儿，这辛之遥魂儿都丢了。想不起是某年某天，你闯进视线，一个人画圈圈，一个人。坐吧。哦，不用，我站着就好。别紧张，先喝口水。那天晚上是你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还没说是哪晚，也没说什么事儿呢。周教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和陌生人睡觉了。那天的事，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咱们辛之遥呀，上周教授的课都敢走神儿，那是因为他看见你和蒋欣坐他面前，他难受。以后少在蒋欣面前提他，不然蒋欣又该生气了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蒋欣才是你的正牌女友。哎，你们！去。瑶瑶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大姨妈来了吗？我这个月还没来大姨妈，不会怀孕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瑶瑶，佳佳，你先走，我回宿舍一趟。老天爷保佑，上帝保佑，观音娘娘保佑，财神爷保佑，耶稣保佑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从 HCG 数值显示，你确实怀孕了。不过从你的查血结果来看，你的凝血功能有问题，知道吧？这种情况我不建议你做流产手术，你可以通知你的父母，让他们过来一趟，你们一块商量一下。医生，我爸妈要是知道我怀孕，肯定会让我打掉的。不经过治疗就做手术，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父母他们都……谢谢医生，我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吧。好。如果我必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，周教授是不是应该有知情权呢？辛之遥，周记，上去看院长了？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？也不说大家一块聚一聚。在学校的工作刚稳定下来，有时间一定好好聚聚。对嘛？刚刚那个女孩是我好朋友，她生什么病了？哦，那个女孩她怀孕了，不过她的凝血功能有问题，而且她还说她父母要逼她打胎。你也知道，这种情况很危险。她怀孕了？难道是那晚？我们十指紧扣着，听同一首歌。那一场大雨滂沱。您好，时间在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17岁的我，总爱傻笑着，变成你我。帮我查一个研一学生的家庭住址，他叫辛之遥。我把他家地址发到你的手机上。好。
告诉爸妈的话，他们会支持我把孩子生下来吗？浩浩回来啦，你先歇会儿啊，饭马上就好。今天有你爱吃的小排骨。妈，是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明天周末。你说你这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？就这些菜没煮你的，你弟马上就回来了，这也不够吃啊。我昨天跟你说过了。是吗？那可能我忘了。一天这么多事儿，谁老记得这个？再说你平时又不在家，你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赶紧把那俩菜端出去啊！给你爸打个电话，赶紧让他从外边买点白米饭回来。就这点菜，你弟正长身体呢，你倒好，瞅着肉就回来。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外边的米饭呢是越来越贵了。现在什么都贵，什么都涨，就你的工资不涨。这浩浩都这么大了，不得买房啊？爸啊，这浩浩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不然你赶紧出去找找去。他那么大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突然间回来了？这脸色不好，生病了？爸，哎，浩浩回来了。这么大人了，整天就知道在外边瞎逛。哎，快洗洗手，这儿有你爱吃的小排骨。都多久的事了？我现在不喜欢吃排骨。那妈明天给你炖牛肉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周末了，他回来吃饭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好端端的怎么吐了？妈，好点没？哎呀，你吐完你赶紧把这收拾了吧。你看这吐的哪儿都是，这吃饭呢，怎么不忍一忍上厕所吐去啊？哎呀，我不吃了。哎，浩浩，俺妈这就收拾好了。赶紧收拾收拾吧，这都吃饭着呢。以后生病了就别回来，传染不传染了？这浩浩明天还上学呢。吐的哪儿都是，这一家也别吃饭了。邢神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邢神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好你个小贱蹄子啊！你是去上学还是去找狗男人啊？你不要脸呀你！你背着我们干成这种事儿，你丢不丢人呐？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你干出这种事儿，你让我和你挂着老脸丢尽了！你个男人呐，让他赔钱！妈，对不起，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但是你们也知道，
我凝血功能障碍，如果现在就打掉这个孩子，我肯定会死在手术台上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死在手术台上，你也得把这个野种打掉。我们家跟你丢不起这个人，你一个当姐姐的未婚先孕，你让浩浩以后怎么娶媳妇儿？妈，这些难道比我的命还重要吗？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自尊自爱呀？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跟野男人乱搞的。走，跟我去医院把孩子打掉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，妈，我不能去，我真的会死的。我现在的情况，医生正规医院根本不会给我做手术的。你有个朋友是不是做兽医的？他那儿是不是有药？你去弄点来，咱们悄无声息的把这孩子流掉，绝不能让他拖累浩浩。妈，你们真的要逼死我吗？走！浩浩，赶紧把他手机抢掉！周教授，我爸妈要给我灌药。你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，你还不如死在外面呢！把他关进屋里，一会儿给他灌药，绝不能让人知道这事儿。绝不能让人知道这事儿！不要！妈，放我出去！妈，我真的会死的，妈！不要脸的东西！我供你读书，你就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你还怎么嫁人？我和你爸还怎么要彩礼？妈，我同学他姐夫给他买了一双鞋，一双都要3000多块钱呢。人家姐姐结婚的彩礼都18万8，天天穿名牌。这不要脸的东西啊！要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让他学医。放我出去，妈！我真的会死的，妈！吃一粒就行了，这事别声张，说出去丢人。赶紧把药吃了。你快抓住他！放开我，薄荷！是新之遥家吗？开门！救命！救命！是新之遥家吗？开门！救命！救命！谁呀？我是新之遥的老师，我叫周记，我有些事情想要和他了解一下。周教授，新之遥，救我！新之遥，这怎么还晕了？哎，老师是吧？你不用管，我们这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等他再回来，一定让他把孩子弄掉。周教授，你怎么会去我家啊？如果我不是恰巧去看望我老师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你怀孕的事情啊？对不起，孩子是你的，我没和别人有过。抱歉，我不是在责备你，你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。我有点害怕。
首先我跟你道歉。那晚我喝了酒，一时没有控制住自己。我比你年长一些，我应该克制的。不是的，我也有错。等你身体养好一些，如果你决定要把孩子打掉，我会全程陪同，手术费和术后休养我全权负责。好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还有第二个选择。什么？我们结婚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跟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周记，今年29岁，临海市本地人，博士毕业，现在就职于临海协和医学院，工资尚可，存款充足。我因为刚回国，所以我开的车是家里的，住的房子也是家里的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随时可以再买新的。我不抽烟，没有家庭暴力，我平时的爱好就是看书和跑步。多么接地气的自我介绍。对了，我们婚后你不需要跟公婆一起住，我爸妈有自己的事业，我工作稳定，周末双休，还有寒暑假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和孩子。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些符不符合你对另一半的要求？符合，简直不要太符合了好吗？这么优秀的周教授说要和我结婚，好痛，原来不是做梦啊。周教授，我可以考虑一下吗？多长时间？我下周一前给你答复。好。哎，同学，你认识辛之遥吗？不认识。他现在敢不接我们电话，真是翅膀硬了呀！这，我单位同事给女儿结婚，彩礼要20万呢。20万！哎呦，那够给浩浩买一辆好车的了。哎，你赶紧让老李瑶瑶也说个婆家，毕业前先订婚。反正他把那孩子一打，没人知道这事儿。你说的在理，咱们送他在这上学，彩礼可不能少啊。就是，上了大学，他们就没有给过我1分钱的生活费了。如今不管我的死活，一心只想要彩礼给他儿子买房买车。他现在不接电话，我不信他这一辈子都不回家吗？哼，今天先这样，回去再说，过2天再来。走。周教授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考虑好了？我考虑好了，但我有个请求。你说。结婚的事，我不想告诉我爸妈。这不合理说，结婚是大事。我不想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要马上结婚。周教授，我只是想要有一个家。拍张照给爸妈说一声。那我是不是要见见叔叔、爸和妈呀？不着急，他们现在在国外度假呢，一时半会回不来。万一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？怎么会呢？我把我们照片发在群里，你看他们都夸你很可爱，说不让我欺负你。对了，我们现在结婚了，你是不是要提前把外宿申请办好？我们这么快就要同居了吗？你怀孕了，住在宿舍不方便，而且我也不方便照顾你啊。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。你是有什么顾虑吗？
我是怕大家知道我们结婚的事儿。我们结婚就这么见不得人？不是，我就是压力有点大。你在学校影响力这么大，万一大家知道我是你老婆，那我就不得安宁了。是我考虑的不周到，我可以配合你隐瞒，但是你必须搬出来住。好。我不要。拿着，我现在是你丈夫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可是卡的密码呢是后面6位数，有时间你就取出来存在你卡上。快去吧，下午还有课呢。今天好像做梦一样。于雀，我突然肚子有点饿了，能不能让辛之遥给我买份午饭呀？这辛之遥就是于雀的小跟班，只要于雀开口呀，他肯定屁颠屁颠就去了。辛之遥，欣欣饿了，去给我们买份午饭。辛之遥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辛之遥，你该不会是要换一种方式引起于雀的注意吧？这个辛之遥给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小跟班，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。辛之遥，我看你能忍得住几天不成？于雀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请你远离我。她那种连牵手都放不开的女人，怎么会有男人要啊？她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你听说没？周教授不仅年轻有为，家世背景更是牛没边儿。我听说呀，他爸是上市集团董事长呢，谁要是跟了他，得少奋斗80年。于雀是不错，可和周记这种成熟又有强大家世背景的男人来说，差远了。看来我得转移一下目标了。我来填校外住宿申请表，写完就走。不着急。谢谢。你在这写上你的名字，剩下的交给你导员就行。谢谢周教授。还叫我周教授呢。这位同学，有事吗？周教授，你上课讲的内容没听明白，能不能给我单独讲讲啊？教案已经发给你们班长了，他理解得很通透，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。我还有事儿。假正经，我就不信你不上钩。辛之遥同学，学校前段时间刚改了校规啊，申请外宿必须要家长签字才行啊。前段时间有个学生申请外宿，他没告诉家长，结果在校外出了事情，家长都找到学校来了，太危险了。谢谢老师。申请表交了吗？导员说要家长签字，不然不给申请。不要愁眉苦脸的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来，交给我，你先进去。辛之遥同学，你说再多也没用啊，这必须有家长签字才行。
周教授，您怎么来了呀？我来呢是为了这个。哎呀，周教授，你看辛之遥这还找到您这儿去了。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只是咱学校有规定，必须要家长签字才行啊。我就是他的家长。我就是他的家长。哦，那周教授，你和辛之遥是什么亲戚关系呀？就算这样也不行，需要直系家长签字那才行呢。这是我们的结婚证，他申请外宿这件事情是经过我同意的，我呢也会签字，出了什么事儿我负责。大名鼎鼎的周教授竟然已婚，而且还是和自己的学生，我该不会是第一个知道的吧？周教授，那既然如此，辛之遥的外宿申请我就同意了。哎，宿管那边我去通知啊。那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拜拜。重磅消息！对了，导员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暂时不打算将我们结婚的事情公开，所以希望您替我们保密。周教授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保密。只要你们两个不公开，我呀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边去。感谢。不行。哇！对了，你把你需要的东西都收拾好，周末搬过去，我来接你。好。高兴吗？嗯。高兴就好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先回办公室。那周教授你先忙，我先回宿舍了。周教授，你刚刚有点帅。你周末要搬出去？佳佳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可能会有点震惊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是吗？我结婚了。啊！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你跟谁结婚？你男朋友都没有。辛之遥，你脑子进水了。跟周教授。周教授那是大家的老公，想跟他结婚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哦。这照片你 P 的？你先冷静，你冷静下来，我再跟你说。你什么时候跟周教授结婚的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我怀孕了。周教授，这是我的闺蜜宋雨佳，我把我们结婚的事告诉她了。你好，我是周记，谢谢你帮他拿东西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天啊，我的好闺蜜居然真的跟教授结婚了。于雀，那个辛之遥好久都没来撵你了，他该不会是欲擒故纵吧？他们要是知道
我们瑶瑶和教授结婚了，估计下巴都能惊掉。比起我们周教授，差了不是一点半点。宋一家，辛之遥人呢？我有事找他。抱歉，追我们家瑶瑶的人呢，从这里排到了法国，而且她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比你好10000倍。辛之遥真有男朋友了。辛之遥真有男朋友了。这辛之遥都半个多月没来找雨雀了，之前从来没这情况呀。难道说那个辛之遥真放弃了？辛之遥，你以为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就能让我上钩了？哎，你电话响了。没事，不重要的人。他是要亲我吗？我们刚认识没多久，我怕你不方便，我把主卧留给你，我住旁边。不用，我住旁边就可以。这个家，你最重要。辛之遥，哪儿去啊？辛之遥，下周是我和于雀交往50天纪念日，我们想邀请所有朋友都给我们庆祝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家瑶瑶没空，谁愿意参加你们交往50天的纪念日？等你们熬到5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吧。宋玉佳，我问的是辛之遥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们家瑶瑶嘴笨，不会怼人，不会骂狗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他的意思。谁爱参加你们的交往纪念日啊？搞得这么隆重，不怕分手了以后丢脸啊？于雀，宋雨佳和辛之遥，他诅咒我们分手，你也说句话呀。宋雨佳，你说这话太过分了。我还有更难听的，于雀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。你以前是怎么吊着我们瑶瑶的？一边说从小就喜欢我们瑶瑶，一边呢又跟别的女生不清不楚，渣男。再给我说一遍。辛之遥，你凭什么打于雀呀？你就是嫉妒我们在一起了。谁嫉妒你啊？我们家瑶瑶找到了比于雀不知道好多少倍的男人。辛之遥，你什么意思？佳佳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你真谈恋爱了？那个男人是谁？佳佳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你怀孕呢，不宜动气，这种小孩就交给我。上课去。你为什么要问辛之遥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喜欢他，你还跟我在一起？辛之遥就不会像你一样无理取闹。好，那你就去找辛之遥吧。于雀，你好样的！等我勾搭上周气，我立刻就把你甩了。今天有没有好好上课？你喜欢吃这个啊？我之前看你朋友圈发过。我还以为你不会让我吃垃圾食品的。偶尔吃一次没什么。蒋欣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真不喜欢辛之遥，是他一直缠着我。周教授，周教授，他一直纠缠我。周教授，他一直纠缠我。周教授，有人纠缠你就去找保安啊。周教授，可是人家害怕。蒋欣，周教授，谢谢你啊。周教授，
我们班有个叫辛之遥的，总是纠缠于雀，于雀为了甩开他，就一直来纠缠我。周教授，你看能不能送我回家？你说辛之遥纠缠于雀？是啊，他已经纠缠于雀很多年了。保安，周教授，这位女同学说有人纠缠她，你上报一下，调查清楚，该记过记过，该处分处分。好的，教授。不是的，周教授，你跟我走吧，我会保护你的安全。你如实告诉我是谁在纠缠你，我会上报。辛之遥同学，你是不是该跟我好好解释一下？辛之遥同学，是不是该好好解释解释呀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于雀很久以前就认识了，我以前确实有点喜欢他，但我没有纠缠过他。所以你那晚喝醉，也是因为于雀？我现在不喜欢他了。好吧，回家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。你看啊，这个3间半反流，首先呢，你要考虑是原发性或者是继发性因素导致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老走神？这已经是你第2次上我课走神了。因为你太好看。什么？因为周教授你太好看了。我好好给你上课，你居然在觊觎我的美色。我错了。行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再给你讲。知道了。记得喝。什么？周教授给你钱，你还要去兼职啊？那我也不能总花他的钱呢。而且结婚那么久，我还没有给他买过礼物呢，花他的钱买会很没有诚意的。那倒是啊。好佳佳，我跟周教授说，每天都要陪你在教室上晚自习，你可千万别出卖我啊！放心吧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蒋欣和于雀好像最近吵架了，听说他们在闹分手哎。我才不关心呢。也是，我老公要是周记，我看都不看于雀一眼。瑶瑶，他们说你最近没在宿舍，你去哪儿了？和你没关系。瑶瑶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之前跟蒋欣在一起就是为了甩开你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我还是喜欢你。你喜欢谁都和我没有关系。于雀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模棱两可的话。瑶瑶，你单纯干净，不像蒋欣喜欢勾引男人。我知道你没有谈恋爱，我在学校从来没有见过你和你男朋友。蒋欣再不好，你作为她的男朋友，也不应该说她的坏话。可见你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。我男朋友比我大几岁，已经工作了，所以我们不会经常在学校见面。他们说你对男人包养了，我还不信。辛之遥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别理他，神经病。辛之遥，你不是已经被老男人包养了吗？怎么还让自己这么累？难道他不给你钱花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呀？辛之遥，你装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这么装，我才一直拒绝你。喜欢我这么多年，却一直装清纯玉女，连手都不让碰，撒娇也不会。除了我，
还有谁受得了？你给我放尊重一点，否则我就报警。好啊，你报啊，谁不知道你喜欢我？就算你报警，我也可以说是你污蔑我，同学们都可以给我作证。老公，这就是在外面包养你那个男人。宋同学，他人呢？周教授，我不能出卖我朋友。你想挂科吗？哎呀，那个他想给你买新婚礼物，但是他又不想花你的钱，所以他就偷偷去打工去了。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。手机还我！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老男人是谁。周教授，欺负同学，你想被记过吗？周教授，好巧啊，辛之遥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就是在闹着玩呢。女朋友？不是，他骗人的。周教授，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我，我就是还没同意，而且他在外面找老男人，我就是看不惯罢了。老男人？谣言。这位同学，公然造谣女同学，我会给你记过，并且全校公开。赶紧道歉。周教授，对不起。给谁道歉呢？辛之遥同学，对不起。周教授，你很缺钱？不是，是我给你的钱不够用吗？那是你的钱，我想给你买礼物，但是我不想花你的钱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业和身体，等你将来有能力了，再给我补上也不迟啊。如果你现在想买的话，让我这个做丈夫的来，好吗？好，原生家庭的窒息感让我缺失安全感，可周记却好像一抹暖阳，在慢慢治愈伤痕累累的我。对了，明天应该要去做产检了，你之前的检查报告都还在吗？在我家。现在方便回家拿一下吗？现在还不算晚，我开车送你。好。这是把我在这个家唯一的空间当成信号者的杂物间了吗？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瑶瑶，你慢点，别摔着。浩浩，你慢点，别摔着啊！
哎呦！我看看，说了让你小心点嘛。我都破了，来，妈给你吹吹。哎呀，哎呦，妈看看吹吹。那你上去给消消毒吧，非得买这个滑板，1000多，你看摔了吧？我上面给你找一下啊。哎，瑶瑶回来了。啊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弟手受伤了，我们先上去了，你也赶紧回去。原来，人都是在一次次失望过后，才能彻底认清、彻底死心的。朱教授，我想要个滑板。好。看吧，也有人对我有求必应。嗨，听说蒋欣与却分手了，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我看到蒋欣从周教授的办公室里出来了，有周教授那样成熟稳重的男人在，于却也得靠边站。真的假的？周教授看上蒋欣了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周教授能看得上蒋欣？你没听说啊？于却在学校门口欺负女同学，周教授生气了，给他记处分了。他现在自己回家反省着呢。我也没想到周教授会那么维护我，能让周教授这么上心，除了咱们蒋欣，还有谁能做到？周记给了于却处分。哎呀，那天我跟于却分手，于却在学校门口纠缠我，周教授看到了，周教授心疼我。周教授会喜欢蒋欣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吗？辛之遥，你不是喜欢于却吗？我玩腻了，把它还给你啊。不过，你这副不解风情的样子，应该没有男人会喜欢吧？你放屁！我们家瑶瑶可爱到爆炸。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的，男人要找的是床伴，不是吉祥物。周教授才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呢。周教授，你渴不渴？你还记得我吗？那天在学校门口被于却欺负的女同学。抱歉，学生太多了，我不记得你。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比研究我渴不渴更重要。那位同学，帮大家回忆一下我上节课讲的知识重点。那个周教授，你上节课讲的啥呀？哼，看你假正经到什么时候，我就不信3个月我还拿不下你。坐下吧，上课要认真听讲。大家先复习一下我上节课讲的知识点。周教授，我还有个知识点不太清楚，能不能下课之后去你办公室，你给我讲一下？就没有蒋欣拿不下的男人，好可惜。我也喜欢周教授。周教授肯定已经喜欢上蒋欣了，给于却记过就是吃醋呢。辛之遥同学，我上节课讲的知识点你听懂了吗？懂了。好，给这位同学讲一讲。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尽量课堂解决。周教授说学生太多记不得蒋欣的名字，但是却记得辛之遥的。
班里的同学要是知道周教授下课带我来医院复查，会不会气疯啊？他们迟早会知道的。周教授会喜欢性感的女孩吗？果然喜欢吗？辛之遥，你怎么在医院啊？孩子打了吗？你赶紧跟我回去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，他是谁？是不是那个野男人？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专车司机，我刚打上车。哎，那正好，让他送我一段，给我送回家。你弟还在家等我做饭呢。妈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哎呀，你弟昨天摔了一下，哎呀，我给他拿点药，万一留疤了呢。小时候，我从楼梯上摔下去，因为凝血障碍差点死掉。他们也不会心疼我，只会怪我耽误了他们去接新浩哲放学。原来，父母的偏心真的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的儿子。这年头，开奔驰的都出来开专车了。哟，这车不便宜吧？我听浩浩说呀，他就喜欢这个牌子的车。哎呀，我跟你爸看了看，哎呦，得100多万呢。哦，我最近刚结婚，老婆怀孕了，出来赚点奶粉钱。这豪车就是舒服。等你结婚了，我们拿到彩礼呀，再添点积蓄，给你弟也买一辆，这样你也有面儿。不要彩礼。什么？不要彩礼？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不要彩礼？你想倒贴呀？妈，你和爸把我养大真的辛苦吗？难道辛苦的不是只有我自己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停下车，我去买条鱼给我儿子补补身子。买鱼会把别人的车弄脏的。既然是车，出来接单了就得顾客至上，是吧，小伙子？你弟昨天磕一下，你都知道了，你也不关心关心。妈，你刚才也在医院看见我了，你就不关心我是哪里不舒服，生了什么病吗？你从小身体就好着呢，能生什么病？是啊，我凝血功能障碍，您都不担心我会不会死，只想着给我灌堕胎药。辛之遥，你当着外人的面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哎，老板，这鱼怎么卖呀？哎，那条大点，给我来那个，便宜点吧。开车，我们走。好。哎，辛之遥，辛之遥，哎！到了，麻烦乘客给个5星好评吧。那给你。晚上吃鱼。好，我们一定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才可以啊。爱情从来都不是苦的，它就应该是甜甜的。如果我们喜欢的人只会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，那一定是因为不够爱。雷啊，先喝杯水，我去给你做鱼。喂，你在车上当着外人的面你说那些话，最可气的是啊，你还让他把车开走了，你把我扔在那儿了。我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学校了。我问你，你的孩子处理了吗？我警告你，你如果再不处理，我就去你们学校找你们校领导。打掉了。早说打掉了不就行了吗？最近流感特别严重，你就留在学校，先别回家了，免得传给你弟弟，他马上就要高考了。
听说周教授出差了，所以你才这么难过。不是这件事。跟你讲个八卦，于雀和蒋欣确实分手了。我听他那几个兄弟说，于雀这几天天天去蒋欣家门外等他，想要复合，但蒋欣说他有喜欢的人。哦，前几天还那么高调的秀恩爱，这几天就分手了。果然，秀恩爱死得快。爸，怎么了？你弟弟打篮球摔断腿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你赶紧过来。瑶瑶，怎么了？我弟摔断腿了，在医院，我爸让我过去一趟。你弟摔断腿了，让你过去干什么呀？那你爸妈肯定都在呢呀。他就是摔死了，我也不想管。但如果我不去，我爸妈明天肯定会来学校闹，我真的有些受够了。瑶瑶，要不想个办法，跟他们断了联系吧。我也在想办法，等到我赚到足够多的钱给他们，或许就能断掉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黑心医院呀！你们要再不赶紧给我儿子做手术，我就去投诉你们！这位家属，必须要等消肿后才能手术。消肿后手术对皮肤缝合、骨折内固定放置和复位有好处，你就听医生的吧。你女儿说的对，我告诉你，我女儿也是学医的，你别想糊弄我们，赶紧给我儿子做手术！抱歉啊，医生，我来解释吧。行。他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到底什么时候能做手术啊？最快也要3到5天才能消肿。疼死我了！还要3到5天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快去找医生啊！你一来，医生就给你打止疼药了吧？这又不是神药，发挥需要时间。你们叫医生有什么用？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？你弟弟都摔成这样，你就不能关心关心他？给你打那么长时间电话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在上课。上课重要还是你弟弟重要吗？赶紧去请几天假，给我照顾你弟弟。我要上学啊！上学，你就知道上学！你都考上大学了，上什么学呀？你连未婚先孕这种事儿都能做得出来，你还跟我提什么上学？现在你弟弟上高中才是关键，去学校请几天假，到医院过来照顾你弟。你们不是在吗？你爸他不用上班啊！你以为咱们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呀？我领的那批活赶着交工呢，现在家里就你一个闲人。你从现在开始，你在医院照顾你弟弟，我给你们送饭。妈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从上大学以后你就没怎么给过我钱了？您还记得上一次给我生活费是什么时候吗？你现在跟我算这个，是你自己不要，我哪知道你够不够啊？从现在开始，学费和生活费你们都不用给了。等我赚够了钱，我会把你们的养育之恩全还清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断绝关系。沈之遥，你敢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想回家。吃饭了吗？正要去吃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回家。周教授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。那我等你回来。好。睡，你就知道睡。浩浩都这样了，你也睡得着啊？你要是睡不着的话，你就去瑶瑶那屋，别在这影响我。我明儿还要上班呢，要不然咱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去了。哎，这浩浩这次手术费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。哎，你说瑶瑶自打上了大学以后，就没管咱们要过生活费。她平时打工赚的钱，还有奖学金，应该不少了。这次浩浩手术，我得让他出，得让他帮衬家里。你明儿给他说，
这别家姑娘早就出来工作赚钱了，现在就咱们还愿意供她上学。哎呀，她应该往家里承担点。这瑶瑶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，不大听话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她是我们的女儿，那敢不听我们的话吗？当然，找到合适的对象就给她订婚，换彩礼。看她面色红润，哎，你说会不会她没把那孩子打掉，还想偷偷生下来呀？她敢生下来，我打断她的腿，带着个拖油瓶，以后还怎么结婚呢？更别说换彩礼了。你明天就给她打电话，她最怕咱们到学校门口去闹了。你就告诉她，她明天如果不来医院照顾浩浩啊，我们就去她学校门口挂横幅。行。来，不烫哈。你还知道过来呀？没吃饭吧？我带了馄饨，你尝尝吧。哎，家里现在钱啊，都指望你爸一个人。他们单位啊，最近啊又实行什么绩效改革，上个月工资啊又降了。哎，这浩浩马上就要手术了。哎呀，老天爷不开眼呀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，都一块儿来了。瑶瑶，哎，你这么多年也领了不少奖学金了吧？你还在外边打工赚钱，这些年也攒了一些钱吧？我没钱。哎，你一个学生，你在学校能花什么钱呀？浩浩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他出了这么严重的事儿，你是姐姐，不得帮衬一下啊？我没钱。哎，辛之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上个学把亲情都上没了，你弟弟就这样了，你帮衬怎么了？我学费是我奖学金交的，生活费是我兼职挣的，你说我哪里来的钱啊？你是没钱呀，还是把钱都花在你这肚子里的小野种身上了？你告诉我，这孩子到底打没打？你信不信？我到你们学校，我告诉所有的人，你未婚先孕。你现在不嫌我未婚先孕丢人了？你要闹就去啊，不怕我嫁不出去，影响你收彩礼给你儿子买房子吗？哎，反了你了！我当初就不该让你学医，耗了这么多年。人家刘阿姨的女儿每个月都给家里钱，什么都指望不上你。那就不要指望我。你肯定谈恋爱了，我估计啊，你还养着野男人呢，不然怎么可能没有钱？谈恋爱了，养你这么大，你还想给男人倒贴呀？站住！你领了这么多年奖学金，怎么可能没钱？你是不是真的在外面养男人了？我今天非要看看你肚子里的小野种到底打没打！走！你别说了，为什么不能说？大家都看看啊，这就是我养了20年的女儿，她还在上学，居然怀孕了！我和她爸的脸呀，都丢尽了。你们供养我，我长这么大，你们除了一口饭，你们还给过我什么？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，连你弟弟手术费你都不肯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生你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别吧，把刀给我。邱教授，你的手。没事儿，没事儿了，我回来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你吓唬谁呢？他情绪很不稳定，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。管教我女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女儿现在是我的太太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她现在还在上学呢。辛之遥，她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不但没把孩子打掉，还跟这个野男人结婚了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了？没经过父母同意能结婚吗？他靠谱吗？他比你们靠谱多了，至少不会像你们一样把我逼到自杀。你不许走！
你今天必须把事情说清楚。不准走，没把话说清楚，不许走。我只说一遍，他是我丈夫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是合法夫妻。他这是背着我们嫁人了呀！完了，1分钱彩礼也没了。周教授，我想抱抱你。好。我自负的软弱，慢慢我找到答案了，没有错。靠近的心慢慢老婆，想吃什么呀？想吃馄饨。好，你好好休息。医生说你情绪波动不能太大，你现在有我了，我们有家。哟，辛之遥，你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怀了野男人的孩子，还把他电话都拉黑了。你怎么回事？请你闭嘴。辛之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个野男人是谁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在我面前装的那么清纯，实际上就是个烂货。真的假的？辛之遥居然干出这种事儿，真是看不出来啊！他平时挺清纯的，都是装的。你有病吧？离我们家瑶瑶远一点。我们家瑶瑶愿意跟谁在一起，那是她的自由。辛之遥，你早这么上当，我还会拒绝你？那个男人是谁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是我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辛之遥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像个跳梁小丑。你爸妈知道你怀孕了，那他们怎么能告诉于雀呢？这不是故意在学校败坏你的名声吗？于雀的话让我坚定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断亲。你要跟你爸妈断亲？对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周教授谈恋爱了，还是和咱们学校的学生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在办公室门外偷听到的。周教授亲口承认的，他喜欢的人是学校学生。完了，我也暴露了吧？暴露就暴露呗。要是周教授是我老公，我恨不得天天带出去炫耀。我就是怕。哎，你们说周教授喜欢的人会是谁啊？呀，这种别人隐私的事儿就不要在背后说了吧，让人知道了我会很尴尬的。之前就有人说周教授是为了你才给于雀鸡蛋过的，原来都是真的。蒋欣啊，真的好羡慕你，你能不能跟周教授说一声，让他不要给我挂话？不是啊，他哪来的脸？让他吹。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才是周教授的太太，蒋欣的脸得多难看。辛之遥，我听说你在校外被老男人包养，还怀了孕，是真的吗？辛之遥，你被人包养了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造谣诽谤是犯法的。这可是你爸妈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哦，对了，这次竞赛名额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吧，像你这种私生活有问题的人，还是把名额让出来吧。辛之遥，这次竞赛的名额肯定是蒋欣的。周教授不仅是这次竞赛的评委，还是蒋欣的男朋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周教授才不是她男朋友。周教授是不是我男朋友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身份，所以我们保持低调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放心吧，很快就会公布的，到时候我让周教授给你们2个都挂科。瞧把你能耐的，周教授能看得上你这种自恋狂啊！你们2个给我等着！辛之遥这种私生活和作风有问题的人，他根本不配得到这次竞赛的名额。班长怎么了啊？穿成这样啊？你说
怎么回事啊？导员，这次竞赛名额我申请换人。辛之遥这种未婚先孕、私生活有问题的人，不配得到这次名额。啊，你怀孕了？是呀，老师，辛之遥怀孕了，她在校外被老男人包养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名额还是让给我吧。是啊，老师，还是把名额给蒋欣吧。她是周教授的女朋友，周教授肯定会让她拿第一的。不可能，就算是女朋友，周教授也不会放水的。什么周教授的女朋友？你们所有人不要胡乱说，不要胡乱造谣啊！再乱说，我小心我进门的哭。那个辛之遥同学，你怀孕的事儿，你对象知道？这个周教授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？老师，怀孕不影响我学习和竞赛，而且我没有未婚先孕，我已经领了结婚证了。确实呀，咱们校规也没有规定说不让结婚嘛，对不对呀？老师，为了他的身体着想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学校可担待不起。我不觉得我的身体很脆弱，你也是学医的，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懂，那还真是挺可悲的。竞赛的这个名额呀，是按照成绩决定的，不会随意更改的。辛之遥同学，你呢就好好复习啊，坐下，笑什么笑？好好上自习，不要乱说话。你居然和老男人结婚了，辛之遥，为了钱你还真是拼呢。辛之遥，你该不会因为于雀选择了蒋欣就自暴自弃、自甘堕落了吧？那个老男人是谁啊？辛之遥，你这一点就永远都比不上蒋欣。人家蒋欣就算不跟于雀在一起，也会和最年轻、最帅气的周教授在一起。人家的眼光可不允许他自甘堕落。真是好笑。你们确定她就是周教授的女朋友吗？不是我，还能是你啊？当然不是，没准儿是我们家瑶瑶呢。别理他们，我们好好复习。就你，辛之遥，周教授那种成熟男人会喜欢你这种高中生打扮的榆木脑袋吗？是啊，男人都喜欢蒋欣这种性感尤物吧。等我跟周教授官宣的那一天，你们就等着被打脸吧。蒋欣，你和周教授在一起的时候，可别忘了套一下试题重点。我听说他负责试题内容。那可不行，周教授可是很严谨的，公私分明。对你也公私分明吗？这就不能告诉你了。请你不要诋毁周教授的名誉。辛之遥，你喜欢周教授吧？你都怀了野男人的孩子了，还惦记周教授呢？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他是什么家世背景你清楚，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你。蒋欣，你们家周教授来了。周教授。辛之遥同学，8号竞赛，你导员拜托你辅导功课，跟我去趟办公室。怎么看周教授和蒋欣不是很熟的样子？你懂什么？真情侣才会避嫌。周教授受辅导员的委托辅导辛之遥才会光明正大。周教授，辛之遥同学怀孕了，一个上学期间就不检点的人，能代表我们班级参加这次竞赛吗？有谁规定在校期间不能结婚怀孕的吗？你们是本硕连读，研究生期间结婚生子的，只有他一个人吗？不是我家里已经开始催婚了，怕我以后找不到老婆。就是啊，我们都大学生了，结婚不是很正常吗？只要不影响学业就好。他能参赛，是因为他考试成绩第一。蒋欣，你和周教授吵架了？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同意上学期间领证，他不高兴吧？哇，那你可得好好哄哄周教授啊。周教授应该还不知道吧？辛之遥在校外跟一个有钱的老男人生了孩子，这种违反校纪的事情，周教授难道不给记过吗？我们先结婚再恋爱，比你这种吊着别人的渣男强多了。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恶心。辛之遥，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只不过以前没发现你这么恶心。作为男人，张口闭口污蔑女同学，恶意造谣。于雀同学，看来记过处分，没给你长记性。周教授，我们走。辛之遥，我一定要知道那个老男人是谁。你
给我等着！玉雀，我刚听说蒋欣不跟你复合的原因，是因为和周教授在一起了。蒋欣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跟周教授在一起了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。我说周教授怎么对我敌意那么大？弄半天是因为你。周记明明喜欢我，还装得那么正经。果然，男人都喜欢装。周教授家世比你好，还比你成熟稳重，没有女人会不喜欢吧？你，哎，雨雀，算了，早知道蒋欣是这么现实的人，当初就应该选择辛之遥的。现在辛之遥为了气你，和老男人好了，这辛之遥就是为了气我吧？那她都怀了老男人的孩子了，你不膈应？玩玩而已。我本来就不喜欢不懂得主动的倾听，这下应该没那么对了。说的也对啊。周教授会喜欢这种吗？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我新换了一件睡衣，很好看。周教授喜欢这种，还是？Baby, don't leave me. 为了引诱我，花的心思。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如果我主动一点，他会喜欢吗？你轻轻一改弯，我疯狂地回，气氛开始失温。可爱在性感面前果然一文不值呢。快睡觉。瑶瑶，我没想到蒋欣居然跟周教授在一起了。我当初要早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。啊，对了，当初也是他先勾引的我。哎，瑶瑶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吗？于雀，你没病吧？离我远一点。辛之遥，差不多行了。我都没嫌弃你怀了野男人的孩子，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我结婚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丈夫的。如果你继续纠缠，我会告诉老师。辛之遥，等着看你后悔。小雀，你带我们去找瑶瑶，她把我和她爸都拉黑了，还不接电话。行，阿姨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。好，走。辛之遥，你厉害了你啊！你居然把我和你爸都拉黑了，到底想做什么？那个男人的，再打电话，就得赶紧过来。既然我已经结婚了，那就和你们没关系了。你上学就开始结婚怀孕，你要是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，我天天到你学校来闹。好，那就约个时间，我带他回去见你们。哎，叔叔阿姨，那个男人做出这种事情太过分了，还是不要给他留面子了，把他叫到学校来，当面对质。对，你赶紧把他叫过来，你让他跟我说清楚，给我们大家一交代。爸妈，这是学校，你们一定要闹下去吗？你们是想毁了我吗？别跟我废话，赶紧把那野男人叫过来。玉雀，你帮我给校领导说一声，让他们都过来看一看，看看他周琛的好学生。瑶瑶，你们一定要闹到我退学才满意吗？你做出这种事儿还怕被退学？辛之遥，你对得起叔叔阿姨对你的栽培吗？关你屁事！就是不嫌丢人啊！我们家瑶瑶的老公比你有钱，比你长得帅10000倍。辛之遥，你要是不想我把你高中给我写的情书贴到学校专栏上，就赶紧滚！辛之遥，你到底要不要把那男人叫过来？你们要想心平气和的解决这件事，
就回家等着，我会和他回去一起把话说清楚。但如果你们要继续闹，我保证我也会去辛浩哲的学校，说他高中就在学校早恋，以及这次断腿的真相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他是你弟弟，你要毁了他吗？他马上就要高考了。你们来我学校闹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毁了我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去等着。你最好赶紧把他叫回来，给我们说清楚。走。瑶瑶，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太恶心了。走吧。蒋欣，拜托了，你就去问问你男朋友，让他透露点试题给我们呗。就是啊，马上考试了，我一点都没背。周教授那么喜欢你，你就去呗。这件事儿我过后问问他吧。哟，这不是不知检点不要脸的辛之遥同学吗？辛之遥，你怎么还有脸到这儿来？你爸妈都找到学校去了。我要是你，早都没脸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一头从楼上跳下去了。恶意重伤造谣，我会告诉导员。你告诉导员了又怎么样？就是，我们蒋欣可是周教授的女朋友，你知不知道周教授什么家世背景啊？连校长都要敬周家3分呢。周教授什么时候成她男朋友了？蒋欣，你别太不要脸了，到处败坏周教授的名声。周教授是我男朋友，你嫉妒了？怎么，你也喜欢周教授啊？周教授根本就不是她男朋友，你们别被他给骗了。周教授是我们家瑶瑶的老公。不是，你俩是做梦没睡醒呢？辛之遥，你肚子里还怀着野男人的孩子呢，还敢想周教授啊？辛之遥，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。好啊，你说你是周教授的女朋友，那你敢去周教授的办公室待上10分钟吗？周教授可是从来都不允许学生私下里去办公室找他的。是啊，蒋欣，如果你是他女朋友的话，周教授肯定会对你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到时候看他俩怎么说。好啊。你这是给周教授添麻烦。谁让他那么嚣张啊？我都快被气死了。哎，咱们也过去看看，看他怎么被打脸。走。辛之遥，你肚子里都怀了野男人的孩子，还在那儿想周教授呢？周教授是不会当一个接盘侠的。万一我们瑶瑶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周教授的呢？辛之遥要是周教授女朋友，我直播吃屎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别忘了吃屎。切！走。周教授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周教授，你上课讲的内容我没太听明白，能不能再给我讲一下？这位同学，我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听课上，这样就不会听不懂了。可是我上课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周老师的脸，很难学进去嘛。周教授，你是不是该对我负责呀？请你放尊重一些，骚扰教授是大过，严重的话可以申请直接开除啊。周教授，我喜欢你啊。抱歉，我不喜欢你。还有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哎，我知道你是单身，你别拒绝的这么快嘛，我可以追你啊。我记得于雀是你男朋友吧？原来周教授是吃醋了。比起于雀那种幼稚、脾气暴、还没出息的人，我更喜欢周教授这种成熟的男人。在我生气之前，请你离开。周教授，我就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如果你真的对我没有意思的话，怎么会那么关注我啊？
蒋欣就是周教授女朋友，她把门关上了，周教授也没有把她赶出来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人家正牌女友的待遇，你就别做梦。瑶瑶，你也去？人家男女朋友谈恋爱，你去当什么电灯泡？辛之遥，你之前喜欢了于雀，于雀却选择了蒋欣，你已经成为全班的笑话了。现在还想和蒋欣抢周教授，别太过分。周教授他，蒋欣就是人家周教授的女朋友，她不会出来了。瑶瑶，周教授这什么情况？你快去问问，快！算了，我不想给他招惹麻烦，我相信他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我不知道哪里让你产生这样的错觉，但是作为老师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请你离开。好吧，周教授，但是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一直追你的。算了，我不想给他招惹麻烦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我相信他。辛之遥，这下你信了吧？我去，周教授私底下这么生猛的吗？看着那么禁欲。哎呀，他私底下就这样。蒋欣，真的太羡慕你了，你吃的也太好了吧！辛之遥，我警告你，我喜欢周教授。你跟我争于雀的时候就输得一败涂地，还想跟我抢周教授，做梦！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小茉莉，你知道百花争艳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艳色的花吗？因为你这种类型的花，没有男人会喜欢。拿开你的脏手！蒋欣，你可一定要从周教授那里为我们拿到考试题呀！瑶瑶，你看他，没事，我相信周教授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问问。那你可得好好问问，告诉周教授要和其他女生保持距离，要守难得。走了。对，我申请办公室加装监控。吃饭了吗？蒋欣好像喜欢你。蒋欣？是刚才进来那个女生吗？她在教室说，她说她是你女朋友。我不认识她呀。不过她刚才进我办公室，确实挺冒昧的。周教授会喜欢蒋欣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吗？所以，你觉得我喜欢那种类型的女生啊？辛之遥，做你自己，不要被任何人影响。你很好，很可爱，你不管是什么样子的，我都喜欢。可是他们说，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。他还说，百花争艳也是艳色的花最抢眼。谁说的呀？这是在美化见色起意的不良居心。瑶瑶，女生的类型有很多种，有可爱的、阳光的、艳丽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。百花争艳从来都不是女性雌竞的代名词，而且各花入各眼，美是没有定义的。周教授，我喜欢你的解释。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们一起去超市买点食材。今天我爸妈来学校闹了。好，那我们约个时间去见一下你爸妈。我不想，我怕他们会对你做出什么事，狮子大开口跟你要彩礼。我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变成买卖。事情总要解决的呀，一味的逃避也不是办法。既然我们遇到了问题，那就一起去解决问题。你放心，一切有望。周教授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后悔当时一时冲动和我领证结婚？我这样的家庭，我要娶的人是你，
况且，你的家庭又不是你能决定的。走吧。嗯。你个不要脸的！你终于知道回来了你！如果你打算用暴力和语言攻击来解决这件事，我们马上离开。就是你是吧？你对我女儿坑蒙拐骗，你不但搞大了她的肚子，你还骗她结婚！我要告你！我告你强奸！我告你骗婚！你要是不怕邻里乡亲都听到，你就继续。你可不要脸啊！白养你这么大！有什么事情，我们进去来坐下来好好谈。谈个屁！没什么好谈的。既然不想谈，那我们就走。你站住！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赶紧进来！我不知道岳父岳母喜欢什么，就买了一点小礼物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谁是你的岳父岳母啊？我可没有答应你给我女儿的婚事。现在，马上去给她把这个婚离掉，把肚子的野种给我打掉。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野种。你没经过我们同意你就结婚，你真是反了天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关心，为什么我结婚就一定要告诉你们？哎，你要气死我呀！你这个不孝女！哎呀，对，我就是不孝，父母不称职，就别指望我做孝女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结婚吗？因为我想逃离你们，我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人。别给我说这些，是我的女儿，就得听我的。赶紧把这个孩子给我打掉！不可能！与其争吵，不如先听我说一下。这张卡里有50万，是我给瑶的彩礼。这50万，这50万，我们单位最大的领导家闺女也没这么高彩礼啊！你别以为你用50万就能让我们卖女儿。周记，1分钱都不要给，我不要彩礼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他们阻止不了。这是该有的礼数。我刚回国没多久，之前一直在国外，我爸妈有自己的事业，我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，有车有房，我是独生子。我刚刚全款在海城市中心写了我和瑶瑶的名字。我不赞同你们用金钱来衡量瑶瑶的价值，但目前确实只有这50万彩礼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我希望你们把这礼金收下，未来的10年之内都不要打扰她，让她全身心的投入在学习和工作当中。这小子全款在海城买房，条件真的不错呀。是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天那个快车司机。之前你还骗我，开的是奔驰100多万的车。100多万的车？那你们那个房子在什么位置？市中心，滨江地产的别墅。还说明这房子得好几千万吧？他们家到底做什么的？怎么这么有钱呀？我是本地人，今年29岁，目前就职于临海协和医学院，之前是瑶的师兄。我的收入稳定，会随着工作年限而增加，而且我的家庭没有任何经济压力。你真的是大学教授？你条件再好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别以为这50万你就能让……据我所知，您的儿子辛浩哲学习很差，考大学都成问题，以后就业就更加困难。如果你同意我的条件，以后您儿子上学和工作问题，我都可以解决。如果当初我没有一时冲动答应嫁给他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招惹这些麻烦？小叔，那这事儿就……想答应就答应吧，毕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瑶瑶，你也知道你弟弟成绩也不太好，我看这小周靠谱，他还能帮你弟弟。话别说的这么好听，
有价值就是小周，没价值就是野驴。我的房间你们可以拿去给新浩哲当仓库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和你们再有任何牵扯。我的东西你们可以丢掉了。其实你们房子不算小，唯独容不下一个他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走就走了呗。现在有这50万在这儿，而且还有咱们浩浩的前途，怎么省怎么划算。再说了，瑶瑶这丫头呀，重感情，身上流着咱们俩的血，不可能说断就断的。哎呀，一出手就是50万，咱们这女婿啊，出手还挺阔绰的。哎，这钱我保管，留着浩浩结婚用。要是放你那儿，没几年就花光了。哎呀，咱们的女婿这么有钱，花完了再要呗。再说了，瑶瑶马上就工作了，到时候工资少不了，花完了再打电话要就是了。你说的也是哈。哎呀，没想到瑶瑶这丫头命还挺好，找了个有钱人。这不比3楼那刘家的闺女嫁的好啊！看她天天嘚瑟。就是，以后啊，我也可以出去说，我闺女找了个大学教授，有的是钱，别墅就几千万呢，开100多万的车。想哭就哭吧。我才不想哭呢。周教授，那50万等我工作以后再还给你吧。你等我攒几年。我们结婚了，你赚的钱呢，本来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本来就有我的一半呀。也对啊。当然了，我的一半呢，也属于你。你怎么那么好呢？我好像说过，无以为继。我就是觉得亏，他们养我这么大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我偷偷告诉你，我爸妈给了我100万的彩礼让我娶你，他们本来想回国之后亲自上门提亲的，可是他们又怕回不来失了礼数。不过我只给了他们50万，剩下的50万咱们俩私吞。100万？小富婆，我可是把那50万偷偷转到你卡里了，你也可以当做我们这个小家庭生活的开支。可是怎么，你不想管家？那以后我的工资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上交了？要上交的。走吧，上车吧。周教授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就是你的了？瑶瑶，你只属于你自己。我希望我能成为你的依靠，你的港湾，但是你要勇敢做自己，不受任何束缚。我希望我们的宝宝能在爱里成长，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爱。一定会的。瑶瑶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和你有关系吗？瑶瑶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们以后还可以一起去图书馆啊，像以前一样一起去学习，好不好？于雀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瑶瑶，我知道你还在怪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那不是辛之遥吗？怎么了？我先过去，有事联系。快！所以才不会介意你怀了别人的孩子。哎，你把书给我吧。周教授。周教授。去图书馆啊？嗯。我也正好要去，一起吧。周教授和辛之遥很熟吗？
周教授，您不忙吗？你不忙，走吧，把书给我。他俩错觉，一定是我的错觉。回来啦。学医太累了，将来我要是劝人学医，我就天打雷劈。喂，奶奶，乖孙子，你猜我在哪儿？你们到机场了？对呀，我们现在啊就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，正准备回城呢。好，你们注意安全，你可不要乱跑。谁乱跑了？是不是你爸又给你告状了？我听说你结婚了呀，就马不停蹄的往回赶。我还要看看我的乖孙媳，我还给她带了礼物。买了什么呀？香水？就不告诉你，告诉你还有什么惊喜呀？你爸妈还有奶奶要回来了。别紧张，他们都很喜欢你的。咱俩结婚全凭我头脑发热，没考虑这么多。你爸妈要是知道我的家庭情况，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我听说家世好的人都很看重门当户对的，我家那种情况。孩子的价值观呢，都是父母影响的。如果我爸妈是那样的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我呀？也对啊。好了，你放心，一切有我。那不是周教授的车吗？辛志尧怎么会从他车上下来？这个周教授平时看着一本正经的，这是同时勾搭辛志尧和蒋欣两个人啊！我本以为他是什么正人君子，现在看不过如此。看不出来啊，这个辛志尧平时看着像朵小白花，没想到私底下玩的这么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都怀了野男人的孩子了，还不安分，还想着勾搭周教授。辛志尧又去勾搭周教授了，他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谁不知道周教授是蒋欣男朋友？当初你就不要脸，非要和我争于雀，现在明知道我喜欢周教授，还不安分，非要勾搭周教授，坐他的车来学校。你当小三还要不要脸了？上赶着当小三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蒋欣，你发什么疯呢？你说我当小三，说周教授是你男朋友，你有证据吗？要不要我把周教授叫过来，咱们当面对质？周记平时很忙的，你少麻烦他。我警告你，以后离他远一点。抱歉，做不到。谁不知道你搬出宿舍就是为了晚上陪老男人睡觉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有证据吗？你站我床头边上了，拿不出证据就是诽谤。那你自己说，你晚上不回宿舍陪谁去了？谁怀疑谁举证，我凭什么跟你解释？于雀都和辛志尧睡过，他也太随便了吧。哎，于雀，你知不知道辛志尧搬出宿舍和别人睡觉的事儿？你不是见过吗？啊，辛志尧，我都跟你讲了，让你收敛一点。昨晚的事，这下好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昨晚和他睡了？啊，辛志尧怎么这样啊？真没想到辛志尧居然是这样的人，昨晚和于雀在一起。于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这么造谣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你说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陪哪个野男人了？他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。
授，周教授昨晚和辛芷瑶在一起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昨天晚上，你确定跟辛芷瑶在一起吗？没有。很好，造谣女同学违反校规，2次记过，再有1次，我会跟学校申请，直接开除。周教授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大敌意？在你认为我对你有敌意之前，先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。晚自习我给你请了假，陪我一起去见家长吧。因为你明媚了起来，这世界突然好可爱。也许朱教授说好的保密呢？周教授也太帅了吧！辛芷瑶和周教授看起来很熟，哎，他们是亲戚吗？没听说啊。蒋欣，周教授不是你男朋友吗？他和辛芷瑶什么关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的关系又不能公开。蒋欣，你还装呢？恐怕周教授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吧？蒋欣不会真的在撒谎吧？看周教授很维护辛芷瑶。周教授，你之前说你家里是做小生意的，是什么生意啊？我提前了解一下，万一出丑。康瑞医疗听过吗？康瑞医疗，国内数1数2的医疗器械公司，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就是康瑞医疗捐赠的。别惊讶了，走吧。哎，周教授，我现在回去然后悔婚，还来得及吗？估计来不及了。朱教授，叫周记或者老公。哎呦，这小姑娘可真漂亮啊！奶奶、爸妈，这就是瑶瑶。奶奶、爸妈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改口了呀，就得拿红包。来，拿上。拿着吧，这是该有的礼节。走，奶奶呀，还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去看看。你老实交代，怎么把人小姑娘骗到手的？你没欺负人家吧？妈，奶奶在国外啊，每到一处都要给你买一件礼物，有黄金、翡翠、钻石，还有你们年轻人喜欢的包包。这太贵重了。不贵的，这都是各地的特色。这个呀，是你奶奶当年传给我的，现在可以给瑶瑶了。周记啊，我们从国外回来的晚一些，还没有拜访瑶瑶的爸妈，你安排一下，趁着有时间啊，我们大家约着见一面。爸，瑶瑶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，见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行，都听你们年轻人的。我难以启齿的原生家庭，终究成为一把利刃，刺向我的自尊。周记啊，瑶瑶还小，你年长一些，要保护好她。就算领证结婚了，也得做好措施，让她先以学业为重。是啊，应该以学业为重。你还没告诉爸妈？爸妈、奶奶，有件事情我忘记告诉你们了，瑶瑶已经怀孕了。
周记，你真是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早说？这么大人了，一点都不稳重。就是啊，瑶瑶还小，你还小吗？行啦，别那么严肃，吓着瑶瑶。周记啊，要照顾好瑶瑶。周记，算了。妈，我们在一起虽然是个意外，但我们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不仅仅是因为责任。我喜欢他。我也喜欢他。那就好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也喜欢我，那我可不是你肚子里小家伙的附属品。辛之遥同学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？我可不想偷偷摸摸的了。知道了，那就不偷偷摸摸了。好了，下课之后我去接你。辛之遥和周教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凭什么送他来上学？难道辛之遥肚子里的野种是周记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如果不是他的，他会送他来上学吗？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如果让班里的同学知道周记的女朋友是辛之遥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辛之遥那个小贱人踩在我的头上。这个周记害我被记2次大过，还有辛之遥，既然得不到，毁了他如何？你想做什么？周记是独立办公室，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监控，到时候你只需要污蔑他侵犯你，我再站出来当人证，周记跳进黄河他都洗不清。到时候他就只能跟我在一起，否则名声尽毁。周记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眼光那么差，居然看上辛之遥那种没情趣的女人。这位同学，请你出去。周教授，你跟辛之遥什么关系啊？他肚子里的孩子该不会是你的吧？这和你有关系吗？辛之遥她那种不解风情的女人有什么好的？出去。周记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周教授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都已经拍下来，等着被开除吧你。看来我也不需要再对你们有什么仁慈了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蒋新刚哭着说周教授侵犯了他，现在周教授已经报警了，大家快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周教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校长，我亲眼看见周教授企图侵犯蒋欣同学，这里面都是证据。校长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已经报警了，这2位同学骚扰老师，还妄图诋毁我的名誉，我会追究到底。校长，明明
明是周教授他先侵犯我，于雀他也看到了。周教授，我没事。周教授，明明是你说你喜欢我，你还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周教授是我丈夫，根本不会说喜欢你。辛之遥说周教授是她老公，难道她之前没有撒谎？难道一直都是蒋欣在撒谎？我作证，周教授是我们家瑶瑶的合法老公，他肯定看不上蒋欣的。别动怒，我已经让人在我的办公室安了监控，而且我还保留了之前他发给我的录音。周教授，你觉得我好看吗？这位同学，我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。我不信你不喜欢我。放尊重一些，骚扰教授是大过，严重了我可以申请开除你。监控，之前明明没有监控的。校长，我之前给过他机会，可是他还是执意要污蔑我，所以我才选择报警，一切让警察来处理。周教授，我刚刚就是一时心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次机会吧。周教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明明是你让我这么做的！少血口喷人了！两位同学用最低劣的手段污蔑别人，说明他道德和法律意识双重欠缺。既然学校教不会你们，那就让警察来教。对，让警察来教你们。蒋欣、于雀，你们知道吗？周教授是咱们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了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录音，那周教授的清白就被你们毁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只以为你们争强好胜，没想到你会用这么恶毒的方式想要毁掉别人。瑶瑶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啊！我就是一时气不过，周教授以前一直给我记过，看在你喜欢过我的份上，你帮我求求周教授啊！不可能，校长，我就是一时冲动。如果真的被警察带走了，那我就全毁了呀！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不能原谅。辛之遥，你就等着看我们笑话是不是？好，不原谅。瑶瑶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如果今天要是宽大处理，以后将会有更多的人效仿。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。对，严肃处理。今天如果没有监控，还好中了监控。如果没有录音作证，一个男老师被女学生这么污蔑，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周教授，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处理好了。我有录音和监控，而且蒋欣和于雀已经认罪了。虽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但确实挺恶劣的，学校也会严肃处理。还好你提前录音和装了监控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瑶瑶，吃饭了。周教授，刚刚有人在论坛发了我们结婚的事儿，然后呢？你回应了？我把我们的结婚证发到朋友圈了，虽然我的好友有限。谢谢你啊，愿意给我个名分。我才不是不愿意给你名分呢，我是怕影响你的名誉。我都知道。瑶瑶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等我。我的礼物是什么呀？我们结婚匆忙，都没有来得及给你求婚，但这个步骤不能省。瑶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从我身边经过，
我的也是戒指。阳光冲破了云朵，落在你我之间在探索。虽然我的有点便宜，但我以后会挣钱给你买贵的。老婆，你这是在给我画饼吗？那是因为我不想用你的钱买对戒，这个是我自己打工挣的。一眼就心动的神奇，触动我心底的秦之遥同学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周教授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叫老公。老公。听不见。老公。 불빛이 꺼진 세상을 지친 걸음을 홀로 걷는 날인걸 辛芷瑶同学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们之前不知道蒋欣在撒谎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辛芷瑶同学，对不起。 我们不应该道听途说、以讹传讹，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。你们现在知道我们家瑶瑶没有撒谎了吧？哎，当初是谁说的要直播吃屎啊？辛芷瑶，对不起，恭喜你，你和周教授特别般配，真的。谢谢。 没有父母托举的人生，会陷入无限的迷茫和自卑。我也曾经一度被困在原生家庭的桎梏和枷锁里，一次次的委屈自己，用退让来换取那一丁点零星的爱。直到遇见他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日出之所以美，是因为它挣脱了最深的黑暗。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阳光且灿烂的人生，勇敢一点，去爱自己，去爱一个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的人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辛芷瑶同学！给你我的星座鼓掌！ 瑶瑶真厉害，这次竞赛断层第一。那是，我们瑶瑶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。人生伴侣真的很重要，好的人成就你，坏的人消耗你。真正好的爱情不会相互消耗，而是相互滋养、相互成长，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。祝愿我们所有人不将就、不迷茫，勇敢向前。